这是斯诺克新人的年终大考，这是老球员实现梦想的舞台，这是球迷们的饕餮盛宴，这就是1年1度的斯诺克世锦赛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圣。昨天下午斯诺克世锦赛的资格赛呢，正式的拉开了帷幕，一共有19位中国选手参加了资格赛。在昨天呢，有2位中国选手登场，分别是傅家俊和马海龙。不幸的是2位选手都折戟沉沙。这2年呢，傅家俊由于治疗眼疾，状态呢有所下滑。今天呢，大圣就给大家聊一聊一段关于傅家俊22年前的往事，让大家对这位曾经的亚洲神奇小子能够多一份了解。大概是在90年代末，咱们国内呢出现了一位地下球王，也是大圣的一位朋友了。97年呢拿到了全国冠军之后呢，就转战于国内的各大俱乐部。当时可以说是打遍国内无敌手啊。那时的瓦塔纳呢巅峰不在，职业球坛来说，亚洲第一人呢非傅家俊莫属了。当时大圣的这位朋友呢，背后有一位非常有实力的老哥，特别呢想让他去挑战一下傅家俊。而大圣的那位朋友呢，当时也是非常的有信心，也觉得呢有必胜的把握。通过香港的朋友打听到呢，傅家俊在香港呢当时开了一家俱乐部，并且呢当天也在场。由于当时他们就在广州嘛，很近，当天呢就赶到了香港，找到了傅家俊，明确表示总奖金100万，单局20。说是比赛嘛，其实就是挂杆。在明知包赢的情况下呢，傅家俊呢却委婉地拒绝了，表示切磋可以，但是呢点到为止，挂杆就没有必要了。随后呢还请我朋友吃了饭，大家最后还成为了朋友。10年之后呢，大圣问我那位朋友当时如果真的打起来，你认为你有几成把握呢？虽然大圣知道结果，但是我朋友的回答呢还是让我很震撼，4个字：必死无疑。当时的傅家俊清楚吗？他当然清楚了。那个时候连顶尖的职业选手他都有实力一战，国内一个不知名的业余选手，他又怎么会不知道结果呢？20多年前的100多万还是相当的可观哦。但是傅家俊并没有恃强凌弱，对于道口的肥肉也是毫不动心，并且用非常温良恭谦的态度化干戈为玉帛。因此傅家俊绝对称得上是谦谦君子。同时18次打入克鲁斯堡的正赛，也成为了咱们中国军团当中最多的一位。今天咱们将会有3位中国选手登场，分别是高阳、彭义松和李峻威。今天的形势呢依然是不容乐观，除了高阳很有希望过关之外呢，彭义松跟李峻威都是凶多吉少。咱们中国军团杀入克鲁斯堡正赛最多的一届呢有6人，而去年呢正是兵强马壮的时候，但是呢仅有4人进入到了最后的正赛。今年的情况呢虽然很糟糕，但是呢也不是没有一些看点。这样吧，咱们今天呢率先发起一个投票，兄弟们认为有哪几位中国选手会进入最终的正赛呢？预测正确的兄弟呢，大圣会送上一份小礼物，咱们截图为证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大圣。